再次将老婆不清不楚的男助理打得不能自理后，我突然意识到这场婚姻好没意思。所以在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当天，誓约的苏婉清高调官宣了和男助理的知己情谊时，我只是默默点赞转发，下一秒他又很快删掉了朋友圈，却当着所有共同好友和男助理林宇的面骂我开不起玩笑。第二天苏婉清才回来，我那时候正在收拾满桌子已经馊掉的饭菜，他好像忘了昨天是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这都是你做的。我平静地应了一声，把那盘曾经他最爱吃的高汤海参倒进了垃圾桶。抱歉啊，昨天林宇说他第一次签下那么大的单子，非拉着整个部门去外面庆祝，我作为老总不好缺席，就给忘了。以前听到这话，我肯定得质问他，部门聚餐为什么连纪念日都能忘，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但现在我懒得多说，连眼皮都没抬，看着我把菜一盘盘倒掉，苏婉清皱了皱眉，下次别做这些了，老吃这些家常菜都吃腻了。腻了吗？是不是陪伴久了，人也跟着烦了？对了，陆哲。苏婉清换下高跟鞋，从限量版包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深蓝色丝绒盒子，我给你带了礼物，看到了，放那吧。我拿着抹布，头也没回。苏婉清每次跟我闹别扭或者放我鸽子之后，都会给我买个礼物，这是我们刚结婚时的约定，只要收了礼物就不许再生气了。见我没像以前那样欣喜若狂的凑过去拆礼物，他眉头拧得更紧了，走过来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抹布，大功臣，你去休息吧，我给你煮碗海鲜面，昨天是我不对，我补偿你总行了吧。说完他就把我推出了厨房，自己系上了围裙。30分钟后，厨房里不仅没有饭菜的香味，反而飘出了一股浓烈的焦糊味。我走过去一看，锅里的水早就烧干了，面条糊成了黑炭，粘在锅底冒着黑烟，而苏婉清正靠在餐桌边，捧着手机笑得花枝乱颤，手指飞快地打着字。我叹了口气，走过去关掉煤气灶，把滚烫的锅端到水槽里，滋啦一声，刺鼻的白烟升起。我翻出橱柜里的挂面，准备自己重新煮一碗。苏婉清这时候已经去洗手间了，她的手机就倒扣在餐桌上，突然屏幕亮了，是微信消息，弹出了一条极其显眼的横幅：林宇，婉清姐，我好想你啊，昨天晚上我真的好开心，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开心过，你开心吗？没等我放下手里的面条，洗手间的门猛地被推开，苏婉清大步走过来，一把抢过手机，冲我吼了一声：谁让你偷看我手机的？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猥琐？她用力挤开我，我原本正端着刚烧开的热水准备下面，被她这么一撞，手里的水壶瞬间倾斜，哗啦，滚烫的开水直接浇在了我的左手手背上。我倒吸一口凉气，手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瞬间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水泡。苏婉清愣了一下，看着我通红的手，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被不耐烦掩盖。哼，连个水壶都拿不稳，走吧，别愣着了，我送你去医院。我本来想拒绝，但手背疼得像是在被火烧，连车钥匙都握不住，只能跟着他出了门。到了地下车库，我习惯性的拉开他那辆保时捷的副驾驶车门，砰的一声，苏婉清伸手按住了车门，你坐后面去。他冷冷地说。我愣了一下，没说话，默默拉开了后排的车门，坐了进去。刚坐稳，我就看到副驾驶的储物箱上贴着一个极其扎眼的粉色反光贴纸，专属座位，闲人勿坐，小雨特供版。后视镜上还挂着一个精致的定制水晶相框，照片里苏婉清笑靥如花，林宇从背后亲昵地搂着她的肩膀，两人的脸几乎贴在一起。苏婉清见我盯着副驾驶看，一直不说话，以为我又在生闷气。她一边发动车子，一边通过后视镜瞥了我一眼，语气生硬地解释，让你坐后面是怕你手烫伤了不好系安全带，你别多想。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地下室承重墙，声音没有任何起伏。我没多想，见我这副毫无波澜的反应，苏婉清似乎更烦躁了。她顺着我的目光看到了那个相框和贴纸，脸色微微变了一下。那个贴纸是林宇前天坐我车的时候开玩笑乱贴的，我这2天忙忘了撕下来了，你别在意。车厢里一下子陷入了死寂，只有车载音响里放着一首暧昧的英文情歌，相框也是。他咬了咬下唇，继续补充，上个月公司去三亚团建，林宇说那张照片光线好，拍得好看，非要挂上去辟邪。小孩子不懂事，觉得好玩而已，是挺好看的。我淡淡的回了一句，随后转过头，闭上眼睛休息。苏婉清透过后视镜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陆哲，你不生气？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我睁开眼，觉得有些好笑。回想起来，如果是以前的我，这会儿绝对已经气得浑身发抖。我会不顾手上的烫伤，把那个贴纸撕得粉碎，把相框砸在地上，然后跟苏婉清在车里大吵一架，质问她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合法丈夫放在眼里。可现在我看着那张照片，内心竟然毫无波澜，甚至觉得他们俩站在一起还挺般配。说白了，当你不再在乎一个人的时候，他身边围绕着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都不再重要了。我又何必去吃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的甘醋？你开快点行不行？看完医生，我下午还要跟投资人开个视频会议。我看了眼手表，催促道。听我这么一说，苏婉清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一脚油门，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窜出了地库。眼瞅着还有2个红绿灯就到市中心医院了，偏偏这个时候，苏婉清放在中控台上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屏幕上闪烁着小雨2个字。她看了一眼我的手，犹豫了1秒，还是接了起来。电话刚接通，林宇带着哭腔的声音就传了出来：婉清姐，你在哪儿啊？我头好疼，我昨天喝太多了，现在胃里像火烧一样，还一直吐。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好害怕。你吃药了吗？严不严重？苏婉清的声音瞬间变得温柔焦急。找不到药。婉清姐，我想见你，你能不能来看看我？就一眼。挂断电话，苏婉清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她好像完全忘记了车后座上还有一个双手被烫得血肉模糊的丈夫。到了十字路口，原本该直行去医院的保时捷，直接一个猛打方向盘，右转驶向了林宇租住的单身公寓方向。车子在公寓楼下发出尖锐的刹车声，苏婉清手忙脚乱地解开安全带，从扶手箱里翻出几盒备用的胃药。临下车前，她似乎才想起我，转头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敷衍。陆哲，我有个紧急的合同落在林宇这儿了，得上去拿一下，你在车里等我10分钟，我马上就下来送你去医院。说完，不等我回答，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按下了锁车键，踩着高跟鞋急匆匆地跑进了单元门。夏天的正午，室外温度高达35度，车子熄了火，空调停止运转，车厢里的温度以极快的速度攀升。我在车里坐了15分钟，汗水浸透了衬衫，烫伤的手背因为闷热和出汗，传来钻心剜骨的剧痛，水泡隐隐有破裂的趋势。我试图去拉车门，但车子被死死锁住了。
我拿起手机想给苏婉清打电话，却发现屏幕一闪，彻底没电关机了，呼吸越来越困难，车内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我看着毫无动静的单元门，从后排储物袋里摸出了应急破窗锤，对准侧车窗的边角，哐当一声巨响，车窗玻璃应声碎裂，碎玻璃碴子溅了我一身。我用手肘顶开残余的玻璃，不顾被划破的手臂，狼狈地从车窗里爬了出去。巨大的声响引来了小区保安，保安大叔跑过来一看，见我满身大汗，双手通红，全是大水泡，手臂上还在流血，吓得脸都白了。哎呦，小伙子，你这是怎么搞的？快，我帮你叫救护车。他赶紧扶着我走到阴凉处，拨打了120。20分钟后，我躺在救护车上，听着警笛声渐行渐远，回头看了一眼那栋依然毫无动静的公寓楼，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冷笑。在医院急诊室，医生看到我的手，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怎么拖了这么久才来？水泡全破了，感染很严重，再晚点这块皮就彻底保不住了，得做植皮手术，知道吗？医生一边用碘伏和生理盐水给我冲洗伤口，一边责备我，疼得冷汗直冒，却连哼都没哼一声，只是平静的道谢。包扎完伤口，打完消炎点滴，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客厅里黑漆漆的，苏婉清还没回来。我的手机充上电开机后，没有任何未接来电和微信消息，一天没吃东西，胃里一阵抽搐，双手被包得像2个巨大的白色熊掌，连倒杯水都困难。我无奈地用手肘夹着手机，艰难地点了一份外卖。半小时后，我刚用塑料勺子艰难地往嘴里扒拉着温热的皮蛋瘦肉粥，大门密码锁响了。苏婉清提着包走了进来，身上还带着淡淡的男士香水味，那是林雨常用的宝格丽大吉岭茶。他看到坐在餐桌旁的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看了一眼桌上的外卖盒，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你晚上就吃这个，怎么不自己做饭？我也没吃呢，你不知道多点一份吗？他理所当然地抱怨着。他明明看到了我那包成熊掌一样的双手，却仿佛瞎了一样。也对，以前的这5年，1800多个日日夜夜，无论我多忙多累，哪怕我发着39度的高烧，只要他回家，餐桌上永远都会有3菜1汤的热乎饭菜等着他。我把他照顾得太好了，好到让他觉得我哪怕断了手，也理所应当为他服务。见我低头喝粥没理他，他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步走到我面前，把包往沙发上一扔，厉声质问：陆哲，你摆什么脸色？对了，我车玻璃怎么回事？为什么碎了？我今天开着那个破车去公司，风乎乎的往里灌，全公司的人都在看我笑话，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人？我放下勺子，扯了张纸巾胡乱擦了擦嘴，我抬起头，静静地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的漂亮脸蛋。我手快烂了，我语气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你在楼上待了整整3个小时，车子熄火锁门，窗户都没开缝，我再不砸窗，你今天回来看见的就是一具闷死在车里的尸体。要不是保安大叔帮我叫了救护车，急诊医生说我这只手就得去植皮了。苏婉清猛地僵住了，她似乎这才反应过来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眼神终于落在了我那裹着厚厚纱布、透着淡淡血迹的双手上。她张了张嘴，原本理直气壮的气焰瞬间熄灭，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我不知道，她有些结巴。林雨她急性胃肠炎，疼得在地上打滚，我帮她煮了点粥，等她睡着了才下来。我以为你还在车里等我，没看到你人，我以为你自己打车先去了。她缓缓走过来，声音放软了几分，对不起啊老公，是我没顾及到你。林雨她在这边没亲没故的，我作为她上司，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见我没吭声，她赶紧跑到玄关，把那个深蓝色的丝绒盒子拿了过来。别生气了，你看，这是我给你挑的礼物，昨天去商场特意选的领带。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深灰色的丝质领带，上面印着低调的暗纹。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定做了一套灰色毛呢西装，配这条领带绝对好看。她眼神中带着一丝施舍般的讨好，仿佛只要拿出这个杀手锏，我就必须像狗一样摇着尾巴感恩戴德。我看着那条领带，忽然觉得十分滑稽。谢谢，我客气地点了点头，没有伸手去接，但我用不惯免费的赠品。苏婉清的脸色瞬间变了，你胡说什么？什么赠品？这是我花了3万多买的。我扯了扯嘴角，拿出刚充好电的手机，翻出3天前的一条朋友圈截图，递到他面前。那是林雨发的一张9宫格照片，照片里他站在市中心最豪华的奢侈品男装店里，试着一套又一套价值不菲的西装，而镜子的反光处清晰地拍到了坐在沙发上满眼笑意温柔注视着他的苏婉清。林雨的配文是感谢最好的老板送的战袍，以后一定为公司当牛做马，爱心。而在其中一张购物小票的照片上，清楚地印着消费满20万获赠高定真丝领带一条，款式、颜色连包装盒都和我眼前这个一模一样。我又不是傻子，我看着他一阵青一阵白的脸，语气依旧平淡。这条领带是你给林雨买衣服的时候柜姐送的天头吧？拿一条送给林雨都不配的赠品来打发我。苏婉清，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廉价吗？苏婉清显然没料到我竟然早就知道了真相，她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拿着盒子的手猛地缩了回去，尴尬地笑了一声，试图掩饰。陆哲，你别误会，我那天确实是带林雨去买衣服了，那是因为她马上要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行业峰会，她没几件像样的衣服，代表的是公司的门面。至于这个领带，确实是赠品，但我当时第一眼看到它就觉得特别适合你，所以才要过来的。你过生日，我怎么可能拿赠品敷衍你？真正的生日礼物我订了从法国空运过来的手工皮鞋，还在海关清关呢，我明天就让秘书催一下，尽快送过来。你放心，肯定让你满意。苏婉清，我打断了他喋喋不休的解释。怎么了？我的生日是上个月。我看着他，眼神像看着一个陌生人。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是昨天。苏婉清整个人如遭雷击，呆立在原地，她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不用送了。我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我累了，先去休息了。见我这么不给面子，不仅没发脾气，反而用一种让他发毛的冷漠态度对待他。苏婉清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挑战，她将手里的领带盒重重地砸在桌子上。陆哲，你到底要阴阳怪气到什么时候？我都低声下气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我怎样？他冷哼一声，行，你爱要不要？不就是没记住个纪念日吗？至于这么斤斤计较，真是不识好歹。说完，他踢掉拖鞋，怒气冲冲地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打开了电视。我没理会他的无能狂怒，转身进了厨房，用没受伤的手臂夹着抹布，笨拙地擦拭着餐桌。擦完桌子，我回到客厅，在单人沙发上坐下，用平板电脑单手翻阅着明天的项目会议资料。苏婉清见我不搭理他，点了一份昂贵的日料外卖，盘腿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刺身，一边看着他最爱的搞笑综艺。
时不时发出几声夸张的笑声。他的余光一直往我这边瞟，显然是在等我像以前那样主动过去哄他，或者给他削个苹果递过去。但我全程盯着屏幕，连余光都没分给他一点。也许是我的冷漠让他彻底破防了，他突然放下筷子，转过身子，似乎是想看看我手上的伤势到底有多重。他伸手想来拉我的手腕，我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手臂一挥，啪的一声，不小心碰倒了茶几上的一杯水，水洒了一地，也溅了几滴在他的真丝睡裙上。这一下仿佛点燃了炸药桶，苏婉清猛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指着我，冷笑连连：“陆哲，你一个30岁的大男人，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啊？不就是让你在车里等的时间久了一点吗？我都说了林雨生病了，情况紧急，你怎么还跟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在这跟我置气？你能不能学人家林雨？人家刚毕业就知道体谅别人的难处，你呢？天天除了在家里围着灶台转，就是盯着我查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他越说越激动，仿佛要把对我的所有不满都在这一刻宣泄出来。我没有置气，我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可在我这种平静到极致的反应，在他眼里却成了我小家子气、不思进取的铁证。他接着嘲讽：“字字诛心，你明明就是在生气，你多大的人了，还在跟林雨这样的小男孩争风吃醋？你脑子里除了那些龌龊的男女关系，就不能装点别的吗？能不能把你那些龌龊的心思放在事业上？你要是能像林雨那样，一个月帮公司拉来2000万的投资，我也天天给你送高定西装。”我静静地看着他。今年我29岁，马上30，林雨22岁，大学刚毕业。这5年来，每一次我们因为林雨发生争吵，他都会用这套说辞。他会说我一把年纪了，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小孩成熟，说我脑子里都是龌龊的想法，说他只是单纯的把林雨当成自己的弟弟，当成一个有潜力的下属在培养。然后他会像高高在上的女王一样，冷眼看着我为了自证清白，为了表达我在乎他而着急辩解，甚至红着眼眶发誓的样子。他享受着那种被我死死抓住、疯狂在乎的满足感。可是这一次，我并没有打算辩解什么，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绝望的吼出那句“那你跟我离婚去找他”。我只是关掉了平板屏幕，将它轻轻放在茶几上。你怎么想？是你的事，你说的对，我不成熟。说完，我站起身，拿起玄关处的外套和车钥匙。太晚了，我出去走走。以往无论我们吵得多凶，不管我是提出分房睡，还是一气之下摔门而出说要去网吧包夜，苏婉清从来没有阻拦过我，因为她知道不出第2天早晨，我就会灰溜溜的买着她最爱吃的豆浆油条回来跟她道歉。可这次，当我换好鞋，手刚放在门把手上时，苏婉清突然冲了过来，一把按住了门，眼神里透着一丝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慌乱。大半夜的，你去哪？我随口胡诌了个理由。公司新项目的一组同事还在加班赶进度，我作为总监，总不能让他们通宵干，自己在家睡大觉吧。我去公司看看。你手都这样了，还去上什么班？他咬着牙。陆哲，你少拿加班当借口，你平时哪有这么多班要加？让开！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用没受伤的右手轻轻推开了他的手。大门被拉开，砰的一声，顺势关上，将他那张错愕的脸彻底隔绝在门内。刚走出小区大门，深夜的冷风吹在脸上，我反而觉得前所未有的清醒。我没有去公司，而是拿出手机拨通了大学宿舍群里好兄弟沈凌旭的电话。从前，苏婉清极度厌恶我出去跟朋友聚餐，他的理由是我那些哥们都是些不求上进的狐朋狗友，只会带坏我，天天出去喝酒吹牛，根本没必要联系。为了不惹他不高兴，为了当一个他心目中顾家体贴的好丈夫，这些年我几乎推掉了所有的朋友聚会，渐渐的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随后是沈凌旭惊讶到破音的嗓门：“卧槽，我没看错吧？这不是我们失踪人口陆大情圣吗？怎么这个点突然想起给你爹打电话了？出来吃夜宵？”我对着电话笑了笑：“老地方，我在大排档等你们。”“嚯，你到底是谁？赶紧从我陆哥身上下来！你老婆今天大发慈悲放你出门了。”沈凌旭不可思议的调侃。我说真的，吃不吃？难得你铁树开花主动开口，当爹的必倒。等我半小时40分钟后，我和沈凌旭在大学时代经常光顾的那家路边烧烤摊碰了头。让我意外的是，除了他还把另外2个同在本地的大学室友老赵和大飞也叫了过来。我们4个当年在一个宿舍，毕业后虽然都在这座城市打拼，但因为我的刻意疏远，已经快2年没凑得这么齐了。陆哲，今天什么日子？怎么突然想通了出来喝酒？老赵拉开椅子坐下，拍了拍我的肩膀。大飞则眼尖的看到了我包得严严实实的手。卧槽，你这手怎么了？让弟妹家暴了？不小心烫的。今天我手残，不能喝酒，以茶代酒，以后你们的局随叫随到。我举起装满大麦茶的玻璃杯，和他们碰了一下。真的假的？你那女强人老婆不管你了？沈凌旭狐疑的看着我。必须真的。干了。我仰头把茶喝干。大家见我情绪似乎不太对，虽然都在笑，但眼底却没有以往提起苏婉清时的那种光，很默契的不再追问感情问题。整个夜宵局，我们从大学时代的糗事聊到现在的行业八卦，氛围格外的热烈放松。我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苏婉清的世界，空气是这么的自由。就在大家聊得正嗨的时候，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疯狂亮起，苏婉清连发了5、6条微信，接着又打了3个语音通话。我扫了一眼屏幕，你在哪？陆哲，你长本事了是吧？真敢夜不归宿，你手上有伤不能开车，怎么去的公司？我直接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没有理会。沈凌旭一边啃着羊肉串，一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你老婆催命呢？你居然连消息都不回，你不怕回去跪搓衣板啊？他们都知道，大学那会儿我就跟苏婉清谈恋爱，我爱她爱到了骨子里，最怕的就是惹她不高兴。曾经有一次宿舍聚餐，苏婉清一个电话说胃疼，我连烤了一半的鸡翅都没吃，淋着大雨跑了2公里去给她买胃药。但现在我只觉得那些消息像狗吠一样烦人。没事，来继续喝。我笑着招呼老板再上2手烤串。我不只是不回消息，吃完夜宵后，见大家兴致都很高，我甚至主动提出走去 KTV 唱歌，今晚我买单，大家好好聚一下。沈凌旭他们对视了一眼，纷纷爆发出欢呼。陆老板大气，我们在 KTV 里撕心裂肺的唱到了凌晨4点半。等我带着一身烟酒味推开家门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客厅的灯还大开着。苏婉清穿着睡裙，脸色铁青的坐在沙发上，电视停在无信号的蓝屏状态。见我进来，她冷冷的看了我一眼，眼神像要在我的身上戳出个洞来。你去哪了？她咬牙切齿的问。我没有理她，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给她，换好拖鞋，径直朝着客卧的洗手间走去。陆哲，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你身上哪
哪来的香水味？你长出息了，敢去外面找女人了是不是？他猛地站起来，追在我的身后大喊大叫。我脱下沾满烟味的外套，转身反锁了洗手间的门，打开花洒，任由温水冲刷着疲惫的身体。因为手上有伤，洗澡极其不方便，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种解脱。洗完澡擦干身体，我刚拉开洗手间的门，苏婉清就堵在门口。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上了一件极其性感的黑色蕾丝睡衣，眼眶微红，嘴唇咬得死紧。见我出来，她突然软下了身段，上前一步贴在我的胸口，双手环住我的腰，踮起脚尖就想吻上来。老公，我错了好不好？我今天不该跟你发脾气的。这几天正好是我排卵期。她的声音带着某种明显的暗示。结婚5年，我们一直没有孩子。前2年是因为她要创业，不想要，后来公司稳定了，双方父母催得紧，我们去医院检查过，2个人身体都没问题，但就是怀不上。平常苏婉清总是以工作累、压力大为由，极度反感我碰她。她甚至跟我定下规矩，1个月只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同房，而每一次她都像是在完成某种 KPI 任务，敷衍了事。只有到了每个月算好的排卵期，为了要个孩子给父母交差，她才会主动索要。如果是以前，面对她这样的主动投怀送抱，我早就激动得不知所措了。但我现在大脑只是短暂的空白了一瞬，随后便是一阵难以抑制的生理性抗拒。我伸出没受伤的右手抵住她的肩膀，用力将她推开了一步。苏婉清被我推得踉跄了一下，满脸错愕，她似乎受到了天大的委屈，眼泪瞬间在眼眶里打转，不可思议的尖叫出声：“陆哲，你什么意思？我都这么主动拉下脸来哄你了，你竟然推开我，你是不是外面真有人了？”我用毛巾擦干头发，居高临下的看着她，眼神冷得像冰。我说了，我很累，太晚了，你也早点休息吧。这句话是过去5年里她无数次背对着我拒绝我时的标准台词，现在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了她。没有理会女人瞬间阴沉到极点的脸色，我直接绕过她，走进了次卧，反锁了房门。没过多久，主卧传来重重的砸门声和摔东西的声音。以往每次她生气都会把我从主卧赶出去，让我去睡客房或者睡沙发，这次我主动睡了次卧，倒是省了她的口舌，没有了那种小心翼翼讨好她的心理包袱后，我躺在次卧那张偏硬的单人床上，这一晚睡得格外的香甜。第2天早起上班，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困，精神百倍。到了公司，我刚刚处理完一份压了很久的重要技术方案，我的顶头上司，也就是公司的合伙人顾星辰，笑着敲了敲我的玻璃门走了进来。顾星辰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也是当初我在大学创业时的搭档。后来因为苏婉清不喜欢我和女性走得太近，我退居幕后，只在顾星辰的公司挂了个技术总监的闲职，大部分精力都拿去帮苏婉清的小公司做幕后代写，搞策划了。陆大总监今天精神不错啊。顾星辰将一份厚厚的红头文件放在我的桌上，眼神里透着几分欣赏和期待。顾总有何吩咐？我笑了笑，咱们公司刚拿下了深城那边的天网计划项目，整个华南区都要重新铺设技术构架。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如果有去外地开拓新项目的机会，你想试试？这个项目的海外接驳部分也很大，薪资翻倍，期权另算，怎么样？有兴趣去深城做这个大区的负责人吗？我看着那份文件，沉默了。去深城意味着我要离开这座城市，彻底离开苏婉清的生活圈，至少要去3年。如果是昨天之前，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拒绝。我怎么舍得离开苏婉清？我怎么放心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的胃不好，每天早上必须要喝我熬的粥。她的公司一旦遇到技术瓶颈，都得靠我连夜帮她写代码补救。但现在，我抬起头，看着顾星辰认真的眼睛，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筹备期大概1个月。怎么，你舍得你家那位娇妻了？顾星辰似笑非笑的打趣我。这1个月，我需要处理一些私事。我深吸了一口气，将手按在那份文件上。1个月后，我准时去深城报道。顾星辰有些诧异的看了我一眼，似乎察觉到了我身上某种决绝的气场，但他没有多问，只是笑着伸出手，欢迎归队，陆总。接下来的整整1周，我和苏婉清处于一种诡异的冷战状态。我们一直分房睡，每天早上我早早起床去上班，晚上在公司把所有工作做完才回家。一回家，我就直接进次卧反锁房门，洗漱睡觉。整整7天，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没有说过一句话。其实有好几次，我在客厅倒水的时候，能感觉到苏婉清欲言又止的看着我，她甚至故意在客厅里把水杯摔得震天响，试图引起我的注意，但我都像没听见一样。到了第8天，我早起洗漱完，准备出门，刚走到餐厅，发现餐桌上破天荒的放着一屉还冒着热气的小笼包，旁边是一杯温热的豆浆。苏婉清穿着围裙，有些局促地站在厨房门口，眼底带着淡淡的黑眼圈，这是她想要和好的信号。她知道我最爱吃的就是城南那家老字号的小笼包，但那家店离我们家足足有10公里，还要排很长的队。以前哪怕我过生日求她去买一次，她都会嫌弃的说大早上跑那么远有病了。现在她却主动递出了台阶，起来了，我今天起得早，顺路去南街给你买的。她移开视线，故作随意地说，趁热吃吧，你手伤还没好透。我看着那屉小笼包，如果放在以前，我恐怕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刻抱住她痛哭流涕，原谅她所有的任性。可现在我只觉得可笑，原来她知道我爱吃什么，原来她也能早起去排队，她只是以前不愿意为我做而已。不用了，我换上皮鞋，拿起公文包，我赶时间去公司吃。说完，我连看都没看那包子一眼，直接拉开门走了出去。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里面传来了盘子摔碎在地上的刺耳声响。忙碌了一整天，将手头上的几个项目交接文件理顺后，我准时下班回了家。家里空荡荡的，苏婉清没回来，我乐得清静，去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简单的葱油拌面，一边吃一边习惯性地刷着朋友圈。没划2下，我就看到了苏婉清的大学闺蜜林甜甜半小时前发的一条新婚视频，配文是感谢参加我婚礼的亲朋好友，大家都要和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哦。我点开视频，画面是在一家豪华酒店的草坪上，林甜甜穿着洁白的婚纱，正在抛捧花，而站在人群最前面，稳稳接住捧花的人，正是穿着一身高定礼服的苏婉清。视频里，主持人拿着话筒，笑着调侃苏婉清，恭喜这位美丽的小姐接到了捧花，看来好事将近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男朋友呢？苏婉清红着脸，没有回答，只是转过头，镜头顺着她的目光
光一动，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深灰色高定毛呢西装、打着深色丝质领带的年轻男人，正是林宇。林宇含情脉脉地看着苏婉清，极其自然的伸手揽住了她的腰。苏婉清没有躲闪，反而露出了一个极其幸福的小女人般的笑容，默认了主持人的调侃。周围的朋友们立刻爆发出一阵心照不宣的起哄声。我看着视频里林宇身上那套西装和那条眼熟的赠品领带，嚼着嘴里的面条，忍不住轻笑出声，呵呵，还没离婚呢，就这么着急带出去见共同的朋友了，还真是急不可耐啊！我顺手点了个赞，毕竟都发出来了，作为合法的现任丈夫，我还是应该有礼貌的送上一点祝福。不到10分钟，苏婉清的电话就急吼吼的打了过来。接通后，她那头背景音有些嘈杂，她的声音透着明显的慌乱和心虚。陆哲，那个视频你别误会，今天甜甜结婚，本来我想叫你一起来的，但是你这几天一直不理我，我一气之下就没跟你说。林宇他正好去那家酒店帮我拿份文件，甜甜的伴郎临时出了点事没来，我看他穿着西装挺合适的，就只能先让他顶上，冒充一下我男伴了。所以呢，我夹起一筷子面条，吹了吹热气，语气波澜不惊。苏婉清在电话那头欲言又止，似乎在斟酌用词。你别误会，真的只是逢场作戏。甜甜非要让我接捧花，误会什么？我打断了他的话，觉得有些好笑。你身边的朋友，比如林甜甜，谁不知道你苏婉清的老公是我陆哲？你带个林宇过去，他们就会把他当成我吗？苏婉清，你骗我没关系，别到了最后连你自己都骗了进去。不是这样的，陆哲，你不要每次都把人想得那么龌龊，你不要生气好不好？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似乎又回到了那种理直气壮的状态。他的话让我彻底迷惑了，我为什么要生气？我咽下面条，淡淡的反问，你不生气？苏婉清反倒愣住了。以往每次我抓到林甜甜帮他打掩护，发现他和林宇偷偷出去，我都会在电话里大发雷霆，甚至直接开车冲过去把他带走。我不想再跟他继续这个毫无营养的话题。我正在吃饭，面要坨了，没什么别的事，我先挂了。不等他反应，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将手机静音扔到了一边。紧接着屏幕亮了一下，他发了一条微信过来，明天下班我来接你，甜甜新婚，说想要跟我们夫妻俩单独聚一下，感谢我们送的红包。我瞥了一眼，没有回复。吃完面洗完碗，我就直接去书房继续看生成那个项目的技术文档，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因为不再需要考虑苏婉清的情绪，不再需要绞尽脑汁帮他做 PPT， 帮他想公司的营销方案。我下班后的时间几乎全都是属于我自己的。这半个多月下来，我的精神状态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在公司里，我带领团队攻克了几个核心难题，连大老板都对我赞不绝口，急着让我赶紧飞去深城把项目落地。但我告诉他们还要再等等，等我办完离婚手续，我不想拖泥带水的开始新生活。第二天傍晚，下班时间刚到，苏婉清竟然真的开着她那辆保时捷，高调的等在了我公司楼下。我刚走出大门，她就按了按喇叭，我面无表情的走过去，习惯性的伸手去拉副驾驶的车门，手刚碰到门把手，我就停住了。隔着贴着防窥膜的车窗，我隐约看到副驾驶上坐着一个人。车窗降下，林宇那张画着精致素颜妆的脸露了出来，他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意。陆哲哥，下班了。婉清姐说顺路，就带我一起去吃个饭，你快上车吧，我们在前面等你呢。男人的表情简直把鸠占鹊巢4个字写在了脸上。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我收回手，轻笑了一声，没有任何发怒的迹象。我直接拉开后座的车门，坐了进去。苏婉清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眉头微皱，似乎想解释什么，但看了看旁边的林宇，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一路上，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苏婉清时不时地通过后视镜观察我的脸色，破天荒的主动开始找话题。陆哲，你手上的伤好点了吗？今天去换药了吗？你们公司最近很忙吗？看你每天都回得很晚。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连嗯都懒得嗯一声，随便敷衍了几个字，还行，一般，然后就假装睡着了。林宇见状，立刻在旁边添油加醋，婉清姐，你别打扰陆哲哥休息了，你看他多累啊，不像我只要能在你身边帮你分担工作，我一天24个小时都不觉得累。苏婉清没理他，只是用力捏紧了方向盘，车子停在了一家本市最高档的私人会所餐厅门口。下车后，苏婉清快步走到我身边，一把拉住我的衣袖，压低声音问道：陆哲，你是不是很累？你如果不想吃，我们跟甜甜打个招呼就回去。不累，不是说人家新婚要聚聚吗？进去吧。我扶开他的手，自顾自地往前走。苏婉清看着空荡荡的手心，愣了一下，无奈只能咬着牙跟了上来。刚推开包厢的门，林甜甜就穿着一身名牌，夸张地迎了上来。哎呀，陆哲大忙人，我结婚你居然都不来，简直是我完美婚礼上唯一的瑕疵。快坐快坐。林甜甜这么多年不止一次帮苏婉清打掩护，她最擅长的就是打着闺蜜聚会的幌子，把苏婉清叫出去，然后让林宇作陪，而把我蒙在鼓里。今天这顿饭带上了林宇，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估计又是想在我面前显摆什么，或者帮苏婉清敲打我。别客气了，倒是我欠你一句新婚祝福，实在是抱歉，我要是知道你结婚，肯定备一份大礼。我笑着拉开一张椅子坐下，甜甜，祝你新婚快乐。苏婉清在一旁见我态度这么随和，暗暗松了口气，提议道：既然都到齐了，我们一起敬甜甜一杯酒吧。她刚拿起醒酒器，正当我想拒绝的时候，林甜甜却眼尖的看了一眼我的双手。哎呀，不用，陆哲手上还有伤呢，医生肯定说了不能喝酒吧？心领了。直到这时，林甜甜才注意到我手背上还缠着白色的绷带，整个包厢突然陷入了死寂。苏婉清的手猛地僵在了半空，瞬间尴尬的涨红了脸。林甜甜也是一脸错愕，她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苏婉清，显然苏婉清根本没告诉她我受了这么严重的伤，甚至连苏婉清自己刚刚在车上问我伤势的时候，都只是一句不痛不痒的客套。我没理会他们的尴尬，拿起面前的茶杯，我以茶代酒，敬你。坐下后，苏婉清立刻拉开我旁边的椅子坐下，小心翼翼地拿起公筷，开始
拼命的帮我夹菜，你尝尝这个清蒸石斑鱼，对伤口恢复好。这个排骨炖得很烂，你一只手不好拿，我帮你把骨头剔了。他殷勤的有些反常。林宇见状，眼底闪过一丝强烈的嫉妒，他咬了咬牙，也立刻拉开椅子，挤到了苏婉清的另一边坐下，夹起一块鲍鱼放在苏婉清碗里。婉清姐，你别光顾着照顾陆哲哥了，你也吃，你这2天为了新项目熬夜，都瘦了，我看着心疼。这如果是以前的剧本，看到林宇当着我的面跟我老婆这样争宠，我肯定会一把掀了桌子，指着林宇的鼻子让他滚，然后林甜甜就会站出来帮腔，说我没风度，苏婉清就会红着眼眶指责我无理取闹。但今天我只是静静的吃着碗里的剔骨排骨，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整个饭局上出奇的和谐，除了林宇时不时的找存在感，给苏婉清夹菜、递纸巾，故意在我面前展示他们有多默契之外，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林甜甜对我这次的安静感到极度的疑惑，以往我不止一次戳穿她帮苏婉清骗我的谎言，每次大家见面都剑拔弩张，而今天我不仅没有闹，甚至还跟林甜甜开起了玩笑，聊了几句他们度蜜月的趣事，逗得林甜甜笑呵呵的，直拍大腿说：“哎呀，陆哲，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人其实挺幽默的，下次一定要再请我吃饭啊！”一定。我笑着抿了一口茶。就在饭局进行到一半，气氛正热闹的时候，餐厅的经理突然敲门进来了。经理满脸堆笑的走到苏婉清身边，询问我们对今晚的餐点是否满意。客套完之后，经理随意的问了一句：“苏小姐，今晚的消费是否还是和往常一样，直接从您和林宇先生预存的情侣 VIP 会员卡里面扣费？”此话一出，包厢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林甜甜嘴里的虾差点掉出来，林宇的脸色僵了一下，但很快眼底闪过一丝得意。苏婉清的脸则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她惊恐的看了我一眼，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呵斥经理：“你胡说什么？什么情侣 VIP？ 那只是公司的普通招待卡。”我放下筷子，拿纸巾擦了擦嘴，看着他们几个人精彩纷呈的表情，我忍不住笑了，就从卡里扣呗。经理，我笑着转头看向林甜甜，甜甜结婚我都没送礼物，这顿饭可不能让新娘子请。既然我老婆和她知己有卡，那就用卡吧。说完，我站起身，理了理衣服，我吃饱了，去上个洗手间，你们慢慢吃。我推开椅子，转身走出了包厢，没有愤怒，没有质问，只有看猴戏般的从容。我刚走到洗手间门口，身后就传来了急促的高跟鞋声音。苏婉清急匆匆地跟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语气中少见的带着一丝彻底的慌张和哀求：“陆哲，你听我解释，公司要谈项目，饭局比较多，这家会所的客户档次高，必须要 VIP 才能订包厢。我当时只是图方便，让林宇去办的卡，可能因为是2个人一起办的，经理误会了什么情侣卡，你千万别多想。”我停下脚步，转过头，静静地看着他那双因为心虚而闪躲的眼睛。我都还没问呢，他就急着解释这么多。情侣卡需要录入双人指纹，甚至还需要拍合照留档，是不是误会？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摇了摇头，轻轻拂开他的手。苏婉清，我有这么小心眼吗？我朝他笑了笑，你放心，我没误会，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有点累。说完，我没再理会他僵硬的表情，径直走进了洗手间，洗了个手，直接从侧门离开了会所，打车回了家。刚到家没多久，我正坐在沙发上整理辞职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大门砰的一声被用力推开，苏婉清怒气冲冲地冲了进来，她将手里的铂金包和车钥匙狠狠地砸在茶几上，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陆哲，你是不是有病？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走人，把我和甜甜他们晾在那里，说好了是庆祝甜甜新婚，你非要在这种时候甩脸色，搞得所有人都不开心，你才满意吗？我在外面累死累活为了这个家打拼，你呢？天天阴阳怪气，斤斤计较，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有抬头，依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手上的键盘敲击声没有丝毫停顿。见我低头不语，将他完全当成了空气，苏婉清彻底被激怒了，她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终于忍无可忍一般，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陆哲，你既然这么讨厌我身边的人，既然觉得跟我过得这么委屈，那我们就离婚好了。”这是结婚5年以来，苏婉清第3次向我提出离婚。第一次提出离婚是林宇刚大学毕业，被招进公司成为他的秘书时，那时候我好心去公司给他送饭，却看到林宇故意把咖啡洒在自己胸口，然后抓着苏婉清的手帮他擦拭，2人姿态极其亲密。我当时气炸了，直接冲过去将一杯冰水泼在了林宇脸上。苏婉清当着全公司的面打了我一巴掌，骂我不可理喻，说如果我这么小心眼，是个神经病，那就离婚吧。我听到那2个字，瞬间就慌了，我像个犯了弥天大错的孩子，哭着抱着他的腿求他，写了1万字的保证书，发誓再也不去公司打扰他，他才高高在上的原谅了我。第2次提出离婚是半年前，我深夜去机场接他出差回来，却撞见苏婉清和林宇从一家5星级酒店的大堂里有说有笑的走出来，林宇还穿着浴袍，我失去理智的冲上去跟林宇打了一架，苏婉清死死护着林宇，冲我咆哮说那是公司安排的套房，他们只是在套房客厅里连夜改 PPT， 说我肮脏龌龊，他再次冷酷的提出了离婚。那一次我毫无尊严的跪在他面前，哭得撕心裂肺，我告诉他我不能没有他，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吃林宇的醋，我甚至答应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林宇配一辆公司的商务车，他才勉强作罢。现在是第3次，他双手抱胸，高高昂起下巴，眼神里带着一种施舍和笃定，他在等我像前2次那样，立刻慌乱的丢掉手里的东西，红着眼眶冲过去抱住他，痛哭流涕的认错，等我卑微的祈求他不要离开我，这似乎成了他拿捏我，彻底击溃我自尊心的终极武器。但我只是轻轻敲下了回车键，保存了文件，然后合上笔记本电脑，缓缓站起身。我看着他的眼睛，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周围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好，我点了点头，吐出一个字。苏婉清脸上的冷笑瞬间僵住了，她的瞳孔骤然放大，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连呼吸都停滞了1秒。她喘着粗气，一脸不可置信的死死盯着我，声音甚至带着一丝颤抖：“陆哲，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答应你离婚。”我的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我从身后的双肩包里抽出了一份早就打印好的带着油墨清香的文件，自愿离婚协议书。我将它轻轻推到茶几上，推到他的面前。财产分割我拟好了，这套房子是你婚前首付的，我不要；车子也是你的，婚后的共同存款有一大部分你拿去填了公司的窟窿，剩下的200万我要100万。
公司虽然有我一半的心血，但我不跟你争股份了，算我净身出户。你看看，没问题的话，明天早上9点，民政局门口见。谁知道苏婉清在看到那份协议书的瞬间，像是突然疯了一样，她猛地抓起桌上的纸巾盒、车钥匙，还有那个无辜的茶杯，一股脑的砸在我的身上，杯子砸在我的肩膀上，碎了一地。你说什么？你要跟我离婚？她尖锐的声音划破了深夜的寂静，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我疑惑地看着她，拍了拍衣服上的水渍。是你说要离婚的，我只是答应你的要求，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苏婉清死死盯着那份离婚协议，眼神里闪过愤怒、慌乱，甚至是一丝恐惧。但很快，她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轻笑出声：“呵呵，陆哲，你长本事了是吧？”她指着那份协议，满脸嘲弄地看着我：“你以为你打印一张破纸就能吓唬到我了？玩欲擒故纵是吧？你离得开我吗？你离开我，你那点死工资能在这种一线城市活得下去？你以为你是谁？行啊，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低头，逼我开除林雨。”她咬牙切齿地冷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本事你明天就别认怂！”说完，她抓起沙发上的包，怒气冲冲地冲进了主卧，砰的一声将门反锁。我看着紧闭的主卧门，无语地摇了摇头。她总以为我所有的反抗都只是为了博取她的关注，可惜她错了。第二天早上8点，我早早起床，将自己的几件换洗衣物和必需品装进了一个行李箱。其实我也没有多少东西，这5年来，我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她身上，连买衣服都是地摊货，而她的衣帽间里塞满了高定和名牌。我拉着行李箱走到客厅，主卧的门打开了，苏婉清穿着一套精致的职业套装走出来。当她看到我手里的行李箱时，脚步猛地一顿，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你拿箱子干什么？还演上瘾了是不是？她冷声质问。去民政局。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8点半了，现在打车过去刚好9点，走吧。苏婉清死死盯着我，似乎想从我的脸上找出一丝破绽，一丝伪装的痕迹，但她失望了。我眼里只有无尽的冷漠和平静。陆哲，你别得寸进尺。她突然有些慌了，声音里透着厉色。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以后就算你跪在地上求我，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回来。放心，我不求。我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9点整，民政局门口，我站在台阶上等了半个小时，苏婉清没有来。我给她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你到哪了？我问。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林雨的声音。哎呀，陆哲哥，真是不好意思，婉清姐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早会，手机放在办公室了，你找她有什么急事吗？林雨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得意和小人得志。她显然不知道我是叫苏婉清来离婚的。没事，让她开完会看一眼微信。我挂断了电话，给苏婉清发了一条消息，既然你今天没空，协议我留给我的律师了，他会跟你的法务对接，30天的冷静期，从今天开始算起。发完消息，我直接拉着行李箱去了顾星辰帮我提前安排好的单身公寓。安顿好之后，我打车去了公司。既然决定了去深城负责新项目，我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把手头的技术交接完。第一天，苏婉清没有找我，第二天她依然没有动静，朋友圈里甚至还发了一张在高级日料店和员工聚餐的照片，配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搞事业的女人最美丽。我知道她还在赌气，她坚信我坚持不了3天就会像一条流浪狗一样拖着行李箱回到她家门口，痛哭流涕地求她开门。然而到了第4天下午，我正在会议室里给团队开会，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着苏婉清的名字。我按了拒接，过了2分钟，她又打了过来。我皱了皱眉，对会议室里的同事比了个手势，起身走到外面的走廊接通了电话。陆哲，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赶紧给我回公司。电话刚接通，苏婉清气急败坏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伴随着键盘疯狂敲击的杂音和周围人的兵荒马乱。苏总，我已经向您的法务提交了离婚协议，另外我不属于你们公司，没义务回去。我语气平静，你少给我打官腔。公司的核心数据库崩了，之前那个天眼系统的底层代码全乱了，客户那边现在要把我们告上法庭，要我们赔偿3000万的违约金。他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无法掩饰的恐慌。我挑了挑眉，天眼系统，那是我去年熬了整整1个月，掉了一半头发帮他写出来的核心项目。天眼系统一直运行的很稳定，怎么会突然崩溃？是林雨。苏婉清的语气变得心虚起来。他说他学过一点底层逻辑，觉得你写的代码太冗长，为了在投资人面前表现，他昨天晚上偷偷擅自做主，把核心接驳口的代码给优化了。结果今天一上线，全盘崩溃，数据全丢了。我差点笑出声来。一个连 Python 基础语法都写不明白的应届生，去优化我写了5年的核心架构，那恭喜苏总得了1员猛将。我冷漠的嘲讽陆哲，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林雨他只是个刚毕业的孩子，好心办坏事而已。你赶紧过来帮我把数据恢复了，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只要你帮我度过这次难关，我马上签离婚协议。不对，我马上把林雨辞退，我们好好过日子。到了这个时候，他依然觉得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逼他开除林雨，他依然觉得只要他勾勾手指，施舍般的给个台阶，我就会像一条忠诚的狗一样跑回去替他收拾烂摊子。苏婉清，我打断了他的歇斯底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什么？天眼系统的版权和核心专利，当初注册的时候用的是我个人的名字，我授权给你们公司免费使用，是因为你是我妻子。我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一字一句地说，现在既然我们要离婚了，授权自然终止，你们不仅要面临客户的索赔，我也会让我的律师起诉你们公司非法篡改和侵权使用我的专利，你们准备好破产吧。我没有再给他任何求饶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并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半个小时后，我刚走出公司大楼准备去吃午饭，就看到苏婉清那辆保时捷横七竖八的停在路边，她头发凌乱，踩着高跟鞋，满脸焦急的在大门口转圈。看到我出来，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猛地扑了过来。陆哲，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眶通红，眼泪终于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老公，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刚刚在电话里是骗我的对不对？你不会起诉我的对不对？那是我们的心血啊。我厌恶的甩开他的手，苏总请自重，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就在这时，顾星辰拿着2杯咖啡从大堂里走了出来，他今天穿着一身干练的高定职业装，气场全开，冷冷的扫了苏婉清一眼，将其中一杯美式递给我。陆总，怎么还没去吃饭？这位是。苏婉清看到顾星辰，又
看到顾星辰递给我的那杯咖啡，女人敏锐的直觉让她瞬间炸了毛。她指着顾星辰，声音尖锐的质问我：陆哲，他是谁？怪不得你这么绝情，非要跟我离婚。原来你早就找好下家了，你这个婚内出轨的混蛋！顾星辰听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被气笑了。苏小姐是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星辰科技的总裁顾星辰，也是陆哲的上4间大学合伙人。顾星辰往前走了一步，居高临下的看着苏婉清，我真替你感到悲哀。你拥有一个不仅技术顶尖，而且满心满眼都是你的好丈夫，可你却把他当成免费的劳动力，去捧一个连 Hello World 都敲不明白的废物男小三。顺便通知你一声，你们公司搞砸的那个项目，甲方刚好是我们星辰科技的关联公司，我已经吩咐法务部向你们提起顶格索赔了。苏婉清如遭雷击，整个人双腿发软，直接跌坐在了地上。她呆呆地看着我，似乎到这一刻才真正认识到，她失去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一个呼之即来的保姆，而是一个原本可以在顶峰傲视群雄，却甘愿为了她敛去所有光芒的天才。陆哲，求求你，你帮帮我，公司不能破产啊！她拽着我的裤腿，哭得毫无形象。我看着这个我曾经爱进骨子里的女人，心里竟然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放手吧，苏婉清。30天后，民政局见。我毫不留情地抽出腿，和顾星辰并肩走进了旁边的餐厅，再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眼。接下来的20多天里，苏婉清的世界彻底崩塌了。星辰科技的索赔以及核心技术的瘫痪，让他的公司瞬间陷入了绝境，投资人纷纷撤资，合作方集体解约。而那个口口声声说愿意为他当牛做马的林宇，在得知公司面临巨额债务和违约金后，连夜卷走了公司账面上仅剩的30万流动资金，跑路了。苏婉清报了警，但林宇因为是他授权的财务副总，资金追回极其困难。他不仅要面对破产的清算，还要背负上百万的个人债务。他试图通过林甜甜那些朋友来找我，但我早就切断了和那些所谓朋友的一切联系。30天的冷静期转瞬即逝，离婚办证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打着伞，准时来到了民政局门口。苏婉清早就等在那里了，仅仅1个月不见，她仿佛老了10岁，原本光鲜亮丽的头发枯黄毛躁，眼窝深陷，穿着一件起球的旧大衣，再也没有了当初那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女王姿态。看到我，她暗淡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希冀。陆哲，她声音沙哑，几乎是在祈求。我把房子卖了，车子也抵押了，林宇那个白眼狼被警察抓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我以后每天在家里给你做饭，我伺候你，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他试图伸手来拉我的衣角，我往后退了一步，避开了他的手。苏婉清，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就像那天你车里被我砸碎的玻璃，就算用胶水拼起来也挡不住风了。我将离婚协议的最后一份文件递给他，签了吧，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他看着我绝情而冷漠的眼睛，终于明白，那个曾经把他捧在手心里，无论他怎么作闹都不会离开的陆哲，真的已经死了，死在了那个被开水烫伤的清晨，死在了那个闷热窒息的车厢里。他颤抖着手，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眼泪一滴滴落在纸上，晕开了墨迹。拿到绿色的离婚证后，我没有丝毫停留，转身走向了停在路边的商务车。陆哲，他在我身后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我没有回头，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去机场，我对司机说道。半年后，深城星辰科技华南区总部大楼，我站在58层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充满活力的科技之都。我的手伤早就痊愈了，连疤痕都淡得几乎看不见。这半年来，我带领团队成功拿下了整个华南区的天网构架，拿到了公司10%的干股，彻底实现了财务和人生的双重自由。顾星辰端着2杯香槟走过来，递给我一杯。陆总，恭喜啊，庆功宴马上开始了。对了，有个八卦听不听？什么八卦？我笑着和他碰了碰杯。你那位前妻苏婉清，听说她破产后还不上债，成了老赖，现在在老家那边的一个小超市里当收银员。前2天她那个闺蜜林甜甜还发朋友圈说苏婉清现在精神不太好，天天逢人就说她老公是星辰科技的技术大拿，总有一天会开着豪车回去接她。我听完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将杯中的香槟一饮而尽。是吗？那祝她早日梦醒吧。我转过身，走向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迎接属于我的全新人生。过去的陈珂已经彻底斩断，这世界很大，大到足够让我展翅高飞，去拥抱真正值得的人和事，而那些不被珍惜的过去，就让它永远烂在泥潭里吧。